我女儿还是读1年级的时候，就跟我的前妻分手了。人家说7年之痒嘛，这辈子不会了啊，不会结婚。有了，人生尝试一下结婚就可以了。现在这个单身的生活应该也蛮自由的，对吧？对呀，对呀，上海现在100岁老人很多的，我也想去闯一闯，也想去体验一下100岁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秋裤啊，来继续采访一下帅气的老爷苏波老师啊。大家好啊，大家好。你这睡得来是哈结棍了。那么郭老师，你也是很早就离异了啊？对的，哦，那远了。我是92年，我女儿还是读1年级的时候，下半学期的时候，就跟我的前妻分手了。当时其实也是不懂事，被讨厌到了。人家说7年之痒嘛。你要是换了我现在的心情，我不会理的，对吧？不会冲动了，年纪轻比较冲动。他妈，我一个人带不起来，我这样带给你看啊，对吧？一冲动完蛋了。就你一个人带女儿的之后是？对，我是一个人带着女儿把女儿拖大了。你想那个年代，90年代初的时候，那下岗上岗，对吧？找工作不是很容易的，对吧？其实也就是百废待兴的年代嘛，对吧？你能够看到希望，但是真的很苦，哪有像现在，只要你想去找个工作，不是再付太多工资的话，基本上能够找到。那所以感觉很辛苦，人生很迷茫的。那时候的小孩，人家有的，我们家小孩也要有嘛，对吧？这样子，所以还是很疲劳的活着，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活100岁了。我就想把小孩拉扯大啊，自己过余生吧。也不像你现在好像就光鲜亮丽了啊。对呀，现在的想法就把前面的想法想让海人家吃点逼供呀，全部逮光了。我现在是我说我行的那种啊，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，因为什么？我现在是太了解我自己的身体了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啊，然后还了解自己的思维，尽量少生气，能活得自信一点。有的时候想想嘛，我们对自己自信一点，把自己调理的好一点，就是对小辈最大的支持了。他在外面创业，在外面爬坡，对吧？他也想早一点过上好日子啊，对吧？财务自由啊。那这个时候我要争气啊，我把身体练得好一点，少找他麻烦嘛，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了。就是那我都没再结婚了，就是没有结婚，这辈子不会了不会结婚。有了，人生尝试一下结婚就可以了。现在这个单身的生活应该也蛮自由的，对吧？对呀。像平时健身，然后帮朋友们跑马拉松。对。你还会干嘛呢？现在一般的情况会喝茶，喝茶，3、5好友。另外一点呢，我晚上利用时间呢，我自己也在做一些直播啊，做一些其他的一些，反正对自己觉得是有意义的事情吧。你爱好还蛮广泛的，你喜欢跑马拉松、健身，还搞直播。对，相当于也算是一个帅爷叔了，对吧？打扮的像20、30岁的年轻人。现在主要还是心态，我觉得人活着心态真的很重要，人放松了，心里不会郁闷，然后小毛小病他都没有。像你之前也跟我讲，你想活到100岁，对吧？是啊，人总有点追求嘛。上海的100岁老人的话是全国的比例最高的。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想，人家能活，我为什么不能活？我们一步步来，我们不能急于求成的吧？我们先做好现在每一天，我们出点汗，我们把身体弄好了，对吧？365天，1年就过去了，对吧？10年呢？几十年呢？对吧？这样慢慢磨啊。特别是我们上了一定年龄的人，他有大部分的跟我的同年人啊，包括我中学同学，或者我们有的时候聚会一起聊天的。活到80多岁没有了，活了那么长干嘛呀？对那个妖怪啊，或者怎么样，还要拖累子女啊什么？其实我觉得理念不同，对吧？我觉得你活到80多岁，你活到70多岁，你活到100岁，你这样的活法呢，你也要有这样的精神，你跟上去的，对吧？你不妥协。你要是活到80岁了，然后你在家里睡个5岁泡点枸杞子实际上是养老了，养到80多岁行动不便了，做个拐杖，对吧？你也可能活到90岁，但是90岁，但生活质量好像冥冥之中缺点什么，对吧？但是我的理念是这样的，我从40多岁开始，我慢慢的我健身，我练跑步，就是我晚上深睡的时候。我的静止的心率，我建议41跳到45跳，一般人要吓死了。你这哪一天你跳不起来怎么样？但是不是啊？这个是正常的心跳啊，对吧？这个心跳是国家一级运动员的心跳啊，对吧？就包括我现在我不怎么练跑步的，我的心跳还是在50以下。那一般的像我这样的年龄段的话，老人的话，他们的静止心率一般都在70以上了，所以他们的走长路了，他们会觉得要休息一下了。我没问题啊。我今天到哪里去，我不断的走，我半路上我不要休息了。其实耐力还是一个人的根本，对吧？你耐力好了以后，把肌肉练好，把经脉全部拉开，对吧？那迎接我余下的生活嘛。至于走到哪一步，那就看老天了嘛。我就这样做下去嘛，对吧？有的人说你活到100岁干嘛呢？
你像木乃伊一样的，对吧？都要靠人家去动的，那不是这样一个概念。100岁的老人脑子清醒的很多啊，思路清醒的很多啊，行动自便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太多了。那这些老人全部都是我要去努力的方向。上海现在100岁老人很多的，对吧？但是我也想去闯一闯，一不留神，哎，我也到100岁了呢，对吧？也想去体验一下100岁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吧。